加拿大36岁母亲带娃露营，突遇美洲狮疯狂袭击，母亲拼死搏斗救下孩子，自己却倒在血泊中，救援人员吓到腿软。据《环球邮报》报道，36岁的辛迪·佩罗琳不仅是一位职业女性，更是一位勇于探索的母亲。她热爱带孩子们远离喧嚣，走进旷野，感受大自然的辽阔与野性。他们的家在普林斯顿，一个位于温哥华以东约120英里的矿业与牧场小镇。这里山岭绵延，荒野广袤，是猎人和探险者的天堂。但在这片壮丽的天地之间，也潜伏着随时可能出没的猛兽。1996年8月19日，辛迪带着3个孩子出发，踏上一段看似寻常却命运多舛的露营之旅。他们骑马深入西米尔卡米恩山谷的腹地，在巍峨的喀斯喀特山脉投下的阴影中前行。一路上，岩石嶙峋的山脊、苍翠欲滴的松林和清澈蜿蜒的西米尔卡米恩河交织成一幅壮丽的荒野画卷。头顶鹰隼盘旋，林间鹿群奔跃，大自然仿佛以最纯粹的姿态欢迎着辛迪一家的到来。然而，暗影之中悄然潜伏着北美最狡猾、最冷酷的猎手——美洲狮。他们静静窥视着闯入者的行踪，耐心等待属于捕食者的时机。辛迪的目的地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营地，那里正有她的丈夫和另一个儿子在等待团聚。她或许以为这趟旅程将是一段充满温馨和冒险的家庭回忆，却没有预料到命运已经在暗中改写，眼前的这片旷野即将把他们推入一场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孩子们兴奋不已，一路上他们的笑声此起彼伏，清脆的马蹄声与晨间鸟鸣交织在一起。辛迪骑在最前方，神情轻松。狩猎季节时，他总会将猎枪挂在马鞍旁，以防不测。但那天距离狩猎季还有几个星期，他便将枪留在了家中。阳光逐渐攀升，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松枝香味，一切似乎完美无瑕。然而，危险往往在最宁静的时刻骤然降临。当他们转过山道的一处弯口时，辛迪的坐骑忽然猛地顿住，前蹄重重刨地，死活不肯再往前。他低声安抚，抚拍着马儿颤抖的颈项，试图让它平复。但异常随即蔓延开来，其他几匹马也几乎同时停下，甩动着头，鼻翼大幅张合，发出低沉的喷气声，甚至焦躁的踱步。马的本能从不会无端示警。辛迪的心头骤然涌起一丝寒意。他环顾四周，视线掠过风中摇曳的草丛与稀疏的松林，却未见任何异常。风声依旧轻柔，鸟鸣似乎也戛然而止，止于下令人窒息的寂静。空气中浮动着一种肉眼看不见却让人汗毛倒竖的紧张气息。突然，灌木丛猛然剧烈晃动，一道棕黄色的身影宛如闪电般扑了出来。那是美洲狮，他双眼猩红，散发着嗜血的光芒，死死锁定队伍中最弱小的目标——6岁的史蒂芬。伴随一声低沉的嘶吼，猛兽猛然腾空而起，肌肉绷紧如弓弦，扑击带着令人绝望的力量。幸好他的第一扑稍有偏差，尖牙狠狠咬住了马的颈部，惊骇的坐骑随即重重摔落在地。马儿痛苦嘶鸣，四蹄疯狂蹬踢，鲜血如泉般喷涌，溅满了草丛。美洲狮翻滚着迅速起身，身影灵巧而致命。他的目光再次锁定那惶恐无助的小男孩，下一扑已经是死亡的逼近。这一次，美洲狮的利爪准确无误地落下，鞋子与袜子被瞬间撕裂，锋利的爪尖划破孩子稚嫩的小腿，鲜血迅速渗透不料，染红了尘土。受惊的马群彻底失控，尖锐的嘶鸣声在山谷间回荡，宛如一声声凄厉的警报。就在混乱之中，一匹受惊的坐骑猛然扬起前蹄，将史蒂芬直接掀翻在地，随后拖着尘土狂奔而逃。转瞬之间，哭喊声与马蹄声交织，美洲狮如同一团死亡的阴影猛扑而上，瞬间将小小的身影压在身下。6岁的孩子拼命挣扎，双腿胡乱蹬踢，却根本无力摆脱那如铁箍般的压制。他的獠牙距离喉咙仅有寸许，史蒂芬绝望的尖叫声划破空气，如同刀刃割裂了所有人的心。放开他！辛迪嘶声吼出，他的声音几乎撕裂喉咙。母亲的怒火在刹那间彻底点燃，他没有一丝迟疑，猛然从马背上纵身跃下，双手死死攥住一根粗大的树枝，他高举过顶，带着近乎疯狂的力量朝猛兽的脊背砸去。沉闷的撞击声震耳欲聋，树枝在冲击下不断碎裂，木屑四散飞溅。美洲狮愤怒咆哮，
尖锐的吼声刺破山谷的寂静，他终于被迫松开史蒂芬，血红的眼睛骤然转向辛迪。那双瞳孔收缩成致命的针尖，闪烁着赤裸裸的残忍与嗜血。短短一瞬之间，他的肌肉骤然绷紧，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来。辛迪只来得及抬起手臂，下一秒，他整个人已被重重压倒在草丛中。大地震动，尘土飞扬，灌木剧烈摇晃，尖牙与利爪的撕扯声，母亲痛苦却坚定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就此在荒野骤然爆发。辛迪撕心裂肺的大喊，让另外2个孩子立刻救走弟弟。大卫和梅丽莎吓得浑身发抖，但在母亲那近乎绝望的呼声中，他们还是拼命从马背跳下，扑向史蒂芬。2人几乎是拖拽着弟弟，把他从猛兽的爪下扯开。史蒂芬的头皮被撕开了一大块，脸上血迹斑斑，鲜血顺着脖颈不断涌出。他哭喊的声音嘶哑而刺耳，在荒野间回荡，却只能让兄妹俩心中更绝望。身后马群早已受惊奔逃，四散消失在荒野深处。辛迪孤身一人与猛兽纠缠在一起，他双手乱抓乱打，膝盖和脚跟拼命顶撞，几乎动用了所有力气想要挣脱压制。然而美洲狮的力量远超常人想象，他的利爪一次次撕裂他的手臂和背部，带来火辣的痛楚，犬齿更是深深咬入他的脸颊与胸口，血肉翻卷，血雾溅落在泥土和草丛间。那是彻底的残酷的撕咬，仿佛要将他生生拆碎。在母亲绝望的厮杀声中，大卫和梅丽莎忍住泪水，一边拖一边抱着史蒂芬踉踉跄跄地往小路下方撤离。荒野的地面崎岖不平，他们多次被石头和树根绊倒，膝盖磕破，掌心磨出血泡，却不敢停下，更不敢回头。史蒂芬痛苦地哭喊着妈妈，但兄妹俩只能咬紧牙关，把弟弟一点点往前拖。终于在1英里半外，他们看到了停车场。梅丽莎只剩下最后的力气，跌坐在车旁，紧紧守护着伤势严重的弟弟。大卫则猛地转身，飞奔向附近的营地，大声呼救。嘶哑的喊声在山谷中回荡，直到一名露营者吉姆·曼宁听见，急忙跑出来。大卫几乎是带着哭腔告诉他情况。吉姆来不及多想，立刻和大卫跳上皮卡车，猛踩油门，车子一路飞驰回事发地。车轮碾过石块，车厢剧烈颠簸，2人心头压着的恐惧几乎令人窒息。大卫双拳紧攥，指甲掐进掌心，他根本不知道在见到母亲时会看到怎样的景象。终于他们抵达了现场。吉姆猛踩刹车，车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停住。四周一片诡异的寂静，只剩下风声拂过。正当他们惊惶四顾时，忽然几声低沉而痛苦的呻吟从不远的灌木丛传来。大卫心头一震，他们拨开草丛，只见辛迪浑身血污，被压在地上，而那头重约60磅的美洲狮竟仍死死咬住他的衣襟与肩头，正试图把他往林中拖走。辛迪双眼布满血丝，脸上、胸口、手臂都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却依然顽强地抵抗着。吉姆举起随身的步枪，额头冷汗直流，但他不敢贸然射击，稍有偏差就可能击中辛迪。电光火石间，他先对着地面砰地开了一枪，震耳欲聋的枪声让林中鸟雀惊飞。随后他又疯狂地捡起石块砸向猛兽，美洲狮愤怒地回过头来，口鼻血迹斑斑，獠牙外露，目光森冷而残忍。他缓缓低伏下身，步步朝吉姆逼近。大卫吓得连连后退，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就在猛兽猛然腾空扑向吉姆的一瞬间，枪声再次炸响，子弹贯穿了美洲狮的身体，猛兽发出撕裂般的惨叫，重重跌进灌木丛，挣扎片刻，随即消失无踪。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和火药的气味。吉姆和大卫几乎是同时冲上前，扑到辛迪身边。他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眼神在血污中依旧闪烁着一丝清醒。他活下来了，但身上伤痕累累，几乎已到极限。浑身是血的辛迪倒在地上，呼吸急促，眼神涣散，却依旧撑着没有彻底昏厥。他拼杀了1个多小时，几乎把全身力气榨干，此刻只剩下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火焰在支撑。当吉姆和大卫扶住他时，他的嘴唇微微颤抖，费尽全身的力气，艰难地询问孩子们都安全了吗？声音极轻，却如同利剑刺穿在场所有人的心。当他听到孩子们已脱险，正在恢复时，辛迪血污满面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解脱的微笑，眼角溢出泪水。
随即，他安静地闭上眼睛，就像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使命。吉姆急忙将他抱上皮卡，马力全开，飞速驶向医院。车轮扬起尘土，沿途人影模糊一片。然而，当他们抵达医院时，医生遗憾地宣布，辛迪在途中心脏停止了跳动，到院前已无生命体征。几乎同一时间，6岁的史蒂芬也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医护人员为他清理伤口，缝合被美洲狮撕开的头皮，整整70针。他哭喊到声嘶力竭，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母亲的拼死抵抗为他争取了生还的机会，而这条生命正是他以自己的鲜血换来的。随后，保育官员在袭击地搜寻，发现那头美洲狮的尸体倒闭在距事发地约150码外的丛林里，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他在逃窜中慢慢力竭而死。调查显示，这只猛兽不过是一头刚刚离开母亲不久的亚成体，尚未学会如何狩猎。饥饿迫使它孤注一掷，在遇到骑马的一家人时，美洲狮发动了袭击。事发之后，加拿大总督追授辛迪勇气之星勋章，以表彰他在生死关头的无畏牺牲。他的离世在整个社区引发巨大悲痛。葬礼那天，超过600人前来悼念，现场鲜花如海，哭声此起彼伏。吉姆·曼宁也在人群中，他的双手紧紧攥着帽檐，泪水滑落。他亲眼见证了一个母亲如何用自己的生命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生还之路。辛迪不仅是一位社区成员，更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她用血肉之躯挡住了猛兽的獠牙，用牺牲换来了孩子们的未来。